诸位，今日一别，怕是再难相见了。是啊，再难相见，真是苍天有眼。宗主，你哭了。风大，天门风大，长老也舍不得我，舍不得。我是一想到库房终于能上锁，激动的手抖。家人们谁懂啊？他刚入门那年说带我们发财，结果我现在连裤衩都是借的。他说那叫风险共担，收益后市。原来他们都记得我，情谊果然深。诸位厚爱，陈浩铭记于心。陈浩，你最该记住的是别再把清心肉改成陈炼灵了。我们合欢宗3年没招到新弟子，全被你一句色即是空劝退了。清心广域，有助长生。可我们是合欢宗，我原以为自己够坏，直到遇见陈浩。你客气了，你们魔教也有可取之处。是啊，被你骗去报关那次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有合法权益。在遇到陈浩之前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魔教要靠执法司保护自己。那案卷还在司里挂着，魔教被诈求助案。太惨了，不像魔教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宁愿不复活。教主，你当年不是说要重掌3界吗？我刚醒，你让我补税还债、登记复活材料来源，你比天劫还毒。规矩就是规矩。你闭嘴！看来诸位果真舍不得我。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若是你们舍不得我走，请大地飞升，求求你别祸害修仙界了。你们这是何意？大帝，仙界广阔，更适合你施展才华。对，仙界需要清心，仙界也需要报关。仙界的同行不能只有我们受苦。陈浩，天门已开，误了时辰，天道会重审。也罢，我陈浩一生行事，无愧天地。天地未必这么想。诸位，保重。陈浩因果未清，暂缓飞升。我还有什么因果？青云宗入门测灵石事件。怎么先从这件事算？完了，老夫的镇山石。原来天道也想听故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别抗拒，这是因果回溯。那就从我入宗那日说起。下一个，陈浩到。穿成这样也敢来青云宗？灵茶能续杯吗？先测灵根，测一次多少钱？新弟子免费。免费？把手放上去，少废话。若是石头坏了，不用我赔吧？你个凡人，还想把测灵石弄坏？灵力波动异常，不可能，他身上没有灵根气息。祖传铜钱怎么烫了？炸了！测灵石炸了！他不是凡人。长老，测灵石核心裂了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就摸了一下，先说好，免费项目坏了不能找顾客赔。胡说！测灵石300年未坏，偏偏你一摸就裂，那说明他早该检修了。发生何事？宗主，此子无灵根，却引爆测灵石，恐有古怪。你叫什么？陈浩，浩然正气的浩。看着不像正气。身无灵根，经脉普通，却能牵动镇山灵石。宗主，此子不祥，不如赶下山。不，无灵根却能动灵石，或是异术。艺术有阅历吗？入宗弟子有吃住吗？衣服发几套？任务奖励日结还是月结？有趣，收下。宗主，此子来历不明，青云宗沉寂多年，也该有些变数。可镇山测灵石碎了，这些碎片没人要吧？放下，那是镇良石核心。门规第7条，新弟子入门所得物品，登记后归个人保管。你刚入门就看门规？刚才排队无聊，翻了2页。既如此，先登记。宗主，一块碎片而已，那就登记为宗门暂借，不许私卖。得嘞。陈浩，从今日起，你入外门，外门任务繁重，你最好安分些。长老放心，我这人最守规矩。新来的，你怀里抱的什么？桌角。你骗谁？那上面有灵气。有灵气的桌角。你就是炸测灵石那个？不要说炸，是他自我突破失败。听说你无灵根？听说你们外门任务多得要命！扫山道喂灵兽，采灵草抄评书，一天干到晚才3枚。任务牌给我看看。扫山道1里1枚，采灵草1筐2枚，喂灵兽按头算。规则写的细，漏洞就藏得多。你们想不想日入30枚？想。先声明，收益有风险，周先需谨慎。怎么又是你们？交任务，扫山道10里，你一个时间扫完？我们10个人，每人1里。
合规。你这是钻空子。我负责东坡，我负责西坡，我负责统筹。统筹也算任务。门规没说不算。采灵草30筐，山脚野生灵草无人认领，按任务说明采回即算。喂灵兽120头，灵兽员鸡鸭鱼龟皆属灵兽，按头即算。这若不结算，我可以请长老裁定。下次不许这样。下次我们改进流程。按约定，方案费3成，统筹费2成，风险预备金1成。那我们还剩多少？剩经验。经验能买饭吗？谁把外门全年任务预算领空了？长老，都是按规矩结的。规矩？哪个规矩允许一天扫完整座山？青云宗鼓励弟子勤勉。那喂灵兽怎么回事？你们连池塘里的灵鱼都算头？他们不是灵兽吗？鱼也算。长老若说不算，请出示分类细则。没有。长老，你快管管他，我们灵石还没捂热就被抽没了。我现在裤腰带都是借的。你们不能只看眼前损失，要看长期成长。成长你个头！陈浩，立刻停掉所有任务。按门规，任务发布后不得无故撤销。好得很。既然你这么懂规矩，丹房缺个看炉杂役，你去。看炉有补贴吗？没有，受罚。那炉炸了算谁的？我最守规矩。受罚人员陈浩前来报道。丹房规矩第1条，看炉者不得离炉3尺。第2条，火候出错自行承担。第3条，单毁人罚。有没有第4条？炉子本身有问题，不归看炉者。这炉火不稳。别说了，陈浩，丹房不是外门任务堂，这里错一步就会炸炉。他怕的不是炸炉，是炉里藏的东西。给我守着，3日内炼不出回气丹，你去执法厅领罚。灵火偏蓝，说明添了寒草。回气丹用寒草，改良到成本少1半，药效少7成。这是长老改良丹方，你别问了。每月采购百年火灵芝，炉里却是10年赤根草，差价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谁准你翻药渣？看炉者需确认材料，否则单毁人罚。你还敢顶嘴？我只是怕赔不起。炉火加3成，立刻承担。长老，火灾家会炸。炸了也是他看炉不力。听见了，长老亲口指令，加火3成。拿来！不好，炉压上来了！压住炉盖！谁让你动暗格的？长老，炉子自己炸的。胡说！百年火一支，账面3000灵石，实际入库10年赤根草300灵石，差价2700。假账！这是有人栽赃。我可以作证，吴长老每月都让我们把好药换出去。你一个丹房杂役，敢污蔑长老！我娘病重，我不想再替你背锅了。长老现在抢账本，算毁证吗？陈浩，你不过外门弟子，查不了我。我没查，我只是看炉，炉炸出什么我也很意外。执法堂在此，谁敢毁证？陆执事，这是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？账本会说话。陈浩，你也跟我走一趟。我只是受罚看炉，所以要问清楚，你到底是受罚，还是被人灭口？账目属实，无列暂押。丹房封库。陈浩扰乱丹房，炸毁丹炉，岂能轻放？丹炉暗藏假账，炸炉原因需另查。3日后宗门小比，所有外门弟子必须参加。我无灵根。宗门小比考验胆识，不止灵力。完了，他连剑都没有，要不我们众筹给他买把木剑？希望你上台时也这么轻松。不用，比赛场上会有。他想让我出丑，那我就让规则出场。外门小比，陈浩对李成飞。废物，你剑呢？还没到。剑还能自己走来？不，他在你手里。你想借我的剑？宗门小比规则第32条，允许弟子借用场内法器，不得借用场外助力。那是防止法器短缺，不是让你借对手的。规则没写不得借对手。强词夺理。规则确实没写。好，我借你，你拿得动吗？多谢。
陈浩赢了，他连剑都没挥。卑鄙！有本事正面打！我吴林根，正面打是你欺负，按规则打是我尊重你。我不认！裁判，他倒地出界了吗？半只脚出界，规则第19条，身体触及界外判负。我只是滑了一下。修仙路滑，自己小心。此战不算。陈浩钻规则漏洞，扰乱小比公正，规则不是给他这样用的。那规则是给谁用的？你诡辩取胜，不配留在青云宗。宗主，取宗门法典来。宗主英明，你最好祈祷里面没有治你的条款。长老也最好祈祷里面只有治我的条款。宗门小比旧规，新规皆在此。陈浩借对手法器，违背比试本意。本意写在哪一条？规矩不是让你抠字眼的。那长老平日罚弟子时，为什么按字眼扣灵石？放肆！让他说。新规第32条，允许借用场内法器。李成风的剑在场内，他本人同意，我未强抢，请问违规何处？我是被他击的。修仙先修心，容易被击也算本事。从条文看，陈浩未违规。那他用镇寒石碎片压制灵剑，算不算外物干扰？碎片已登记为我个人暂借物，暂借不是拥有。那长老准备什么时候收回？好，但陈浩扰乱任务堂，炸毁丹炉，蛊惑弟子，应逐出宗门。长老一次说这么多，证据按顺序来。任务堂执事按规结算，是制度问题。丹炉因你而炸，吴炼已认部分账目不清。你蛊惑弟子抽成，这个是真的。他抽得很狠。不能让他继续说，得用旧规压死他。宗门旧规第10条，弟子不得借门规谋私利，违者重罚。长老终于提旧规了，你怕了？旧规第10条后面还有一句：凡长老私改任务奖偿未公示者，先受祖师戒鞭3下。确有此条。赵长老，外门任务结算细则何时改过？3年前微调过。公示了吗？没有，只在长老会上说过。为公示而执行，确为违规。宗主，我也是为宗门节流，节流节到弟子裤衩都没了。宗主，我可以作证。够了。按旧规，赵长老需向祖师像认法。弟子赵乾私改事则未公示，愿受戒指。爽，比领灵石还爽。陈浩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你日后不可再钻宗门漏洞。宗主放心，我会帮宗门补漏洞。你别补！听闻青云宗出了个有趣的小子，今日特来交流。这是两宗交流名册，名册需要按手印。青云宗弟子若愿来我合欢宗听道，自然要登记。听到，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他们状态不对。陆执事慎言，我合欢宗修的是心法，不是邪术。华长老远来是客，陈浩不得无礼。我只是好奇，这契约背面为什么写着资源让益？小孩子不懂，修行讲究互通有无。互通到青云宗弟子每月任务奖励归你们70%。陈师弟，你看着我。收费吗？什么？看你一眼，若要签契约，我不看。住手！陆执事，弟子自愿，你凭什么拦？自愿？那把灵停了，把香撤了。清心定力不足，怪不得旁人。有道理。宗主，藏经阁有清心咒吗？基础心法里有，你无灵根，学不了。清心咒又不需要灵根，只需要脑子。你什么时候拿的？那是旧版清心咒，你想现学？不，我想现播。诸位同门，跟我念：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。拦住他！陈浩，下来，我看谁动他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障。签字之前，先看尾款。我刚才要把1年奖励送出去，差点按了，我的裤衩保住了。陈浩，你敢怪我宗交流？
花长老，这资源让可不是交流。误会，弟子你错了。你错这么多张，既是误会，烧了便是。别急，契约上还有东西。这墨不像合欢宗的。看来交流里混进了第三方。魔教印记，这批契约由外务弟子送来，我不知道被人动过手脚。一句不知道就想撇清。赵长老刚跪完祖师，还有脸审我？别吵，印记还新，送契约的人应该没走远。就是他。外务弟子今日由杂役带路。带路的是谁？好像是新来的杂役，叫韩三。我只是带路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走错方向了。什么？杂役院在东边，你往山门走，是想回魔教报销路费？急着跑的人，往往知道最多。陈浩，你污蔑我，总得有证据。第一，契约墨迹未干，你手上有同款黑墨，杂役抄录文书有墨很正常。第二，你腰间传讯符烧过边，魔印激活前刚传不过消息，我给家里报平安不行吗？第三，你鞋底沾的是黑风谷阴泥，青云宗附近没有。黑风谷是魔教分坛外路，他是合欢宗的人，自然帮你们说话。陆执事，一个外宗长老的话不能算证，那就查传讯符。查不了，现在没证据了。谁说没有？你还能让辉说话？传讯符烧过会流魔灵灰，玉清心咒会显字。清心咒还能这么用？刚改的。东喜入青云宗，待弟子转交厉长老。厉长老，巧合，魔教姓厉的多了。还有下一行，若被发现，毁符，逃往黑风谷。这还嘴硬？他都把逃跑路线写脸上了。别忍了，我忍。魔教奸细，拿下！等等，陈师兄，我想拜你为师。我潜伏3年，最多骗几个弟子签契约，你半天之内反套口供，才是真正的坏。我这是正道查案。师傅谦虚了，魔教都没你专业。我现在信他不是魔教了，魔教没这么丢人。韩三，你话太多了。魔教悬赏令，画的不像，鼻子太高。活捉陈浩10万灵石，死的3万。为什么活的比死的贵？说明我有增值空间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魔教悬赏，修仙界散修都会盯上你。陈浩，这几日留在宗门，不得外出。宗主，悬赏令有没有领取地点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敌人都把窗口开好了，不去办业务不礼貌。你想调魔教分庭？不是他们调我，我顺便收费。你疯了！魔教不是合欢宗，他们真会杀人，所以得活捉假。10万灵石是假，分庭账册才是真。从现在起，我叫郝琛。这纸人笑得比你还欠。按计划，我在外接应，你们进去后别逞强。放心，我最惜命。你每次这么说，都有人倒霉。那说明我确实惜自己的命。什么人？赏金猎人郝琛，活捉陈浩来领赏。这就是陈浩？没错，我是陈浩。还会说话？活的当然会说话。10万灵石，先验货后付款。勾结分坛。你凭什么抓到陈浩？靠智慧。陈浩狡诈如虎，你一个散修能抓他？他更狡诈，所以我假装比他笨，他就上当了。有道理，这也行。先签领赏文书，钱呢？确认身份后给。悬赏令写的是活捉即付，没写确认后付。魔教也要讲契约精神。你跟谁学的这么烦？陈浩，把麻袋打开。打开前先问一句，你们分成账册放哪儿？我怕领了钱没凭证。你问账客干什么？跑税。魔教报什么税？非法收入也是收入。拿下他！这语气，这嘴脸，不会真是他吧？执法司查案，所有人不许动。不好意思，
举报非法悬赏，顺便领个见义勇为奖。陈浩，你钓鱼执法！是你们先放饵的。我要见厉长老。非法悬赏、私设分塔、洗灵石，证据齐全。你们魔教出事第一反应是找长老，不是毁证，进步了。这里有万宝商会的流水。看来魔教悬赏只是表面，真正管钱的在仙城。贵客面生，第一次来，刚挣了点辛苦钱。你这衣服哪来的？黑漆友情赞助。他是被迫的。本会珍品无数，就怕贵客眼光太高。下一件，青云宗旧债合同，起拍1万灵石。我们宗门还欠债，3年前的灵药采购债，利滚到50万。青云宗若无力偿还，山脚3座灵田便归商会。1万。贵客要拍这废合同？我喜欢收藏废物。成交。我喜欢收藏废物。利息月息3成，逾期复利，担保人签名缺印，见证人是魔教分坛。贵客慎言，合同真假不是你说了算。我没说真假，我说违法。仙城商约允许自由借贷，不允许魔教资金伪装商会借贷。执法司已查获魔教分坛账册，万宝商会涉案流水在此。陆执事，账册来源不明，不能作为证据。第一，账册有魔教印章。第二，流水对应商会银票。第三，合同见证人黑漆刚被抓，证词不可信，人证物证都有。我欠你商会钱，当然诬陷我。那听听你自己的人。钱管事让我做2套账，一套给仙城，一套给魔教。你欠我商会钱，当然诬陷我。所以我还带了原始账簿。原始账簿在此。合同效力最终要天机阁鉴定。天机阁到了，天机阁鉴定公正，诸位可放心。白公子来的正好，此人污蔑我商会勾结魔教。你们天机阁出场费谁付？天机阁只看天机，不看银钱。那就是预付过了。请鉴定合同与账册。鉴定之前，天机阁刚更新恶人榜。恶人榜，陈浩榜首。榜首有奖励吗？全修仙界通告，其品行恶劣，擅长欺诈，先毁名声，再废证据，流程很熟。诸位听见了？这种人的指控怎能采信？榜单依据是什么？天机推演，各宗反馈，民意汇总。具体数据呢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就是没有。陈浩，你质疑天机阁？我质疑收费榜。放肆！第一，我坑过青云宗弟子，但补了外门任务漏洞。第二，我坏过合欢宗契约，但救了被签押弟子。第三，我骗过魔教赏金，但端了非法分塔。执法组案卷可证。陆志是与陈浩同行，你的证词有偏向。那我呢？合欢宗可不算他的人。花长老受他胁迫，立场存疑。你倒是会堵嘴。白公子，你说恶人榜有各宗反馈，不如现在公开反馈原件。榜单原件在阁中。巧了，我这里有副本。第一份，万宝商会投诉我恶意购买旧债合同，日期是今天拍卖前。第二份，魔教分坛投诉我破坏悬赏业务，这也能算民意。第三份，天机阁收了万宝商会3万灵石榜单维护费，这是伪造。原始付款银票在执法司，流水编号与商会账簿一致，可查。他怎么连维护费都挖出来了？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证明榜单有误。那现场重算，请在场诸位投票，认为我恶的举手。认为钱管事恶的举手。你们榜首变了，钱有德。万宝商会封账，钱有德带走。白色，你收钱不办事儿！天机阁不认识你。陈浩，你逼得老夫只能按规矩来，我要报官。魔教报官？不错，陈浩诱骗我教弟子设局骗取悬赏，非法搜查分坛，严重损我教合法权益。魔教还有合法权益？只要报案，执法司就得受理。厉长老成熟了。少来！你以为我还是那些只会动手的蠢货？你们以前确实只会动手。今日我带了律师，
第一，陈浩伪装赏金猎人，存在诱导执法；第二，替身符冒充本人涉嫌欺诈；第三，分塔账册来源未经合法封存，证据肖像存疑。有理，确实需要逐条核验。能想到打流程战，厉无就比黑棋强多了。陈浩，你敢说不是你主动进分坛？是。你敢说替身符不是假的？是假的。诸位听见了？认了。但悬赏令写的是活捉陈浩可领赏，没规定押送人不能是陈浩本人，也没规定陈浩不能押送陈浩。听着离谱，但好像没错。强辩，他私取账册，账册由执法司入场后封存。执法司为何会到场？是不是陈浩提前串通？我报案时间在我进分坛之前，内容是黑风谷疑似有非法悬赏窝点，执法司是否出动由陆执事决定。时间无误。你还敢承认钓鱼？报案时间在我进分田之前，执法司是否出动由陆执事决定。证人黑漆是魔教俘虏，证词不能采信，所以我没用黑漆证词。那你用什么？悬赏原件有你厉无绝神魂印，万宝商会流水最终流入你私人洞府。复印件罢了，原件在执法司封存，不能排除你们篡改。那看天道留痕。天道留痕，白公子借谕令一用。那是上古教主留下的旧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教主都死几千年了，你让他背锅？魔道传统，死人好用。厉无咎，按规赔偿青云宗、合欢宗及受害散修，并接受执法司审查。这不是我的书。废物，连一个陈浩都斗不过。教主，真是教主。这回像真的摸头了。废物，连一个陈浩都斗不过。教主，真是教主。本座沉睡千年，魔教竟沦落到报官自保。你就是那个上古魔教教主？你就是陈浩。如果你是来还钱的，是我。还钱？教主，此人骗我教悬赏，还逼我赔偿。魔教何时怕过赔偿？从你们账表被查封开始。旋即残魂复苏，执法司需上报仙盟。本座纵横天下时，仙盟祖师还没出生。他真是玄机。残魂界赔偿书现身，说明本体还没完全复活。开启魔教宝库，迎本座归位。是。再开。教主，宝库显示资产冻结。执法司根据非法悬赏案、洗灵石案、恶意契约案，对魔教涉案资产临时冻结。荒唐！你可以申诉。申诉。材料1式3份，附复活证明、资产来源说明、历年税务清单。本座从不交税。那就补。他刚复活就欠税了，还是历史欠税。本座不需要钱，也能杀你。别急，他杀不了。你凭什么断定？第一，你借赔偿书显形，不能离开手印3丈。第二，你刚才调宝库，说明复活需要资源。第三，你不敢毁赔偿书，因为他现在是你的魂锚。教主能成为本座容器，是你的荣幸。他不是来救你的，是借你的赔偿手印复活。魔教传统，活人也好用。陈浩，有办法封他吗？暂时封不了，但可以收费。放肆！复活食量费、非法占用场地费、惊吓赔偿费，还有损坏拍卖会地板费。很好，本座多年未见如此胆大之人。你多年未见的东西多了，比如执法司电子留痕。既然杖动不了，那本座先动你的心魔。陈浩。贪念、狡诈、懒惰、算计，此人心魔必深。来者登记。你是他的心魔？准确说是风险评估部门。本座助你吞噬本体，让你掌控肉身。收益多少？风险谁担？失败赔付吗？本座给你无上魔力。魔力来源合法合规吗？你是心魔，不是账房。以前是心魔，后来赌输给陈浩，签了长期劳务契约。不与你废话。贪念起。假的，流动性差，不能变现。懒惰起。长生仙府。他懒，但更怕错过免费福利。狡诈起。这些他都会，而且比你省成本。为何他的弱点全不像弱点？因为他把弱点制度化管理了。聊完了吗？我每天跟自己讨价还价，你这点诱惑排不上炮。本座杀不了你心魔，便污你神魂，那你得先过审计。第一笔，黑风谷血祭3000人；第二笔，夺7宗灵脉；第三笔，炼魂幡9万冤魂。住口！欠债可以赖，因果赖不了。
签个确认单。陈浩，本座记住你了。排队记我的人很多。他撑得住吗？清心咒能稳伤魂，我帮他。我也会2句，我只会陈浩改的那版。现在别挑了，念。清心果3日后万宗大会，本座让天下人亲自审你。玄镜残魂已被封入天道雷狱，厉无咎等人由执法司带走。你的案卷结了。辛苦陆执事。帮他是一回事，讨厌他是另一回事。可以，骂之前先排队。公审就公审，记得管饭。今日万宗大会审议陈浩多年所作所为，审议可以，诽谤另算。诸位，陈浩坑骗同门，祸乱宗门，戏弄魔教，欺压商会，坏合欢宗传承，这样的人也配称正道？他确实坑过外门弟子。我作证，他抽成抽到我裤衩都快没了。注意措辞，是风险预备金。他还把清心咒改成陈炼灵，害我宗弟子一听铃声就想看合同，这事我也记得。他骗我们悬赏收，还举报我们。他们骂得越细，因果越轻。你们听见了？正魔两道，无人不怨陈浩。陈浩，你可辩解？陆执事，麻烦按时间顺序。第一案，外门任务堂，陈浩钻取任务漏洞，导致预算提前耗尽，但后续青云宗修订任务细则，外门弟子收益提高2成，虚假任务减少9成。后来任务确实公平多了，虽然我还是没存下钱。第二案，丹房炸炉，这事确有功。陈浩受罚看炉，发现丹房贪墨，追回0 18万，补偿低阶弟子丹药3年。第三案我来说，合欢宗契约被魔教动手脚，若非陈浩破魅心术，2宗弟子都会被魔印控制。可他骗魔教。第四案，魔教非法悬赏，由陈浩举报，分坛被端，救出被胁迫散修127人。那我们呢？你们被抓也是被救出违法深渊。巧言令色，就算他每次都有结果，也不能掩盖手段卑鄙。天机阁曾商会灵石，误列陈浩为恶人榜首，此事是我阁视察。万宝商会旧债合同确有魔教资金参与，如此看来，陈浩虽行事离谱，却多次破局。你们忘了自己受过的气？气是真气，但他也真救过我们。我合欢宗不喜欢他，但今日不冤他。执法苏结论，陈浩无祸乱修仙界之罪。天道功德，骂他也能骂出功德，说明大家提供了完整证据链。公审不成，只能逼他们一起陪葬。既然天下不审你，那本座亲自清洗天下。万宗大会改议题，先算旧账。本座血祭万宗，重铸魔躯，今日谁也走不了。国体侵阵，灵力被压制了，教主威武！你赔偿书还没结案，又出来加罪名。教主让我来的。陈浩，你不是会算账吗？算算今日多少人因你而死。还没死，别提前入账。执法司还能撑半炷香。合欢宗清心阵能护神魂，但挡不住魔幡。那怎么办？讨债。现在欠账不分时候。青云宗欠我补全外门制度因果1次。此子果然任何时候都在算账。列阵，列现阵。合欢宗欠我破魔器因果1次。哎，堂堂合欢宗长老竟要给这小子还债。合欢宗起清心灵阵。执法司欠我提供魔教证据链协助1次。执法司本就在此，不算钱，是职责。那也记上，免得以后赖。执法司听令，列阵。天机阁欠我榜单纠错1次。天机阁开天机镜，照魔器源头。万宝商会欠我旧债合同清算1次。我都被抓了还能还？你商会库房有防御法器，那是商业机密，现在征用。我还！你早就把所有人都算进来了。我坑过的人，不能白坑。一群曾被他坑过的人，如今竟帮他。揍完你再揍他。等打完魔教，老夫继续骂他。可以，骂之前先排队。乌合之众。错，是债务联合体。灭世魔幡。天机镜照不到番后，怨气太重。
陈浩，以清因果，本座便借众生怨气杀你。你们不是怨他吗？怨气越重，魔幡越强。我想起我的裤衩了。想可以，别贡献给魔幡。迟了。既然怨气也算因果，那就一起欺负。陈浩，你坑辩修仙界，今日所有怨气都会成为杀你的刀。我确实怨他，我也怨，但我不想让魔头赢。陈浩，怎么清？先承认，青云宗外门我抽成狠了，你终于说人话了。但任务漏洞因此补上，外门弟子不再被克扣。合欢宗，我乱改清心咒，难听，非常难听。但救了被魔气控制的弟子。魔教悬赏，我确实假扮赏金猎人，你还让我们先结账。但分团被端，非法悬赏断了。暗宝商会，我拍下旧债合同，是想查账。你把我也查进去了。你本来就在里面。小恩小惠也想抵本座万年魔功，这不是抵，是结算。谁敢向我讨债？天道。那枚铜钱欠过镇寒石，能引天道留痕。玄界欠黑风谷3000亡魂，欠七宗灵脉，欠9万炼魂债。天道收账。陈浩，你敢引天劫入人间？不是天劫，是债务催收。李无绝，献祭魔道残部，助本座脱身。教主，我忽然觉得报官挺好。你哪儿也去不了。废物！你看，你的员工忠诚度不行。我的怨气没了。我忽然觉得裤衩也没那么重要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欣慰。但你还是得赔，以后再议。本座就算被封，也要拉你入魔。你这种祸害也配悲伤？也好，仙界需要清新。看来天道觉得我配。18桩因果已清，终于飞升。终于准了。祖师保佑，青云宗终于能安静几天。赵长老，你又哭了。老夫高兴，为我飞升高兴？对，非常高兴，高兴的想放3天鞭炮。陈浩，虽然你坑过我，但外门后来确实好过很多。你能明白就好。所以你飞升前能不能把风险预备金退我？那是历史遗留问题。你看，他还是那个陈浩。玄迹残魂已被封入天道雷狱，厉无忧等人由执法司带走。你的案卷结了。辛苦陆执事。以后仙界若有执法司，希望他们也辛苦点。陈浩，清心咒原版我带回去了，你改的那版不许再传。我整理成册了，叫清心咒商业应用36法。烧了。已经送天机阁备案。天机阁可以撤回。立刻撤。这块碎片当年你说拿去垫桌脚，如今物归原位吧。宗主后悔招我吗？后悔，但若重来一次，我大概还是会招。为何？青云宗被你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却也被你折腾活了。原来这些年不全是鸡飞狗闹。诸位，山高水长，就此别月。看来你们果真舍不得我。不是，若是你们舍不得我走，我也可以。请大地飞升，求求你别祸害修仙界了！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便去仙界替诸位探探路。不用替我们，真的不用。仙界自求多福吧。飞升之后要守规矩。我最守规矩，留给宗门，防患未然。第一条，别信陈浩说的免费。仙界谁管账？仙界也该补补漏洞了。修仙界暗赞暂结。清心咒撤回了吗？来不及了，仙界刚下载。走了，这个祸害终于走了。愿仙界灵石平安，愿仙界裤衩平安。